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汽车，具体说是电动汽车。我们都知道啊，德国、日本是传统的汽车强国，那是燃油车时代。但是现在进入电动汽车时代，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德国车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比如说去年我们就报道过，大众汽车他们入股小鹏。为什么入股啊？因为大众汽车电动汽车技术完全落后了，他们入股小鹏是为了获得小鹏的电动汽车技术。还有啊，德国的车企奥迪、宝马、奔驰等等纷纷与中国电动车企合作，所以说德国企业还是相当务实的。而今天关于日本企业那就不太一样了。昨天外媒以及不少中文媒体纷纷报道，丰田汽车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终于放下身段，与华为合作。他们之前也与比亚迪有合作，可是与华为合作，它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到底怎么回事呢？随着中国电动汽车换道超车，几乎全面领先德日两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德国业内人士、明白人早就公开承认自己的劣势。德国媒体也经常用德国车企睡过了头来形容德国车企目前的处境。近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了采访大众汽车总裁布鲁姆的专访，谈及大众汽车旗下的电动汽车面临中国挑战时，他的回答被法兰克福汇报当作了标题：我们目前无法保持领先地位。布鲁姆在访谈中坦言，大众没有做好准备，在电动汽车领域跟不上快速增长、千帆齐发的中国市场。他认为，就眼下的情况，大众不应该设定在中国市场上过于理想化的目标。他认为，如果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大众仍能保持在2位数，也就是10%以上的市场份额，那这个成绩就非常可观了。这是他的原话。与此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本月将访华的消息由德国媒体自己爆出来，预计除了大众汽车总裁之外，还有什么奔驰、宝马、奥迪等等，他们的领导也会跟着他们的德国总理一起访华。以前德国媒体已经报道过，德国传统车企纷纷与中国车企合作，生产德国版的电动汽车。比如大众汽车就参股或者收购了小鹏的4.99%的股份，来获得小鹏的技术。而小鹏当然也希望利用大众这个全球营销网络，至少进入了欧洲市场，特别是德国市场。奥迪、宝马、奔驰等品牌也纷纷与中国的北汽、上汽或者吉利等公司合作。由此可见啊，德国汽车制造商还是比较务实的，也比较灵活。真可谓竞争不过，那就加入你们吧。当然了，德国车企这样的灵活的操作，这对于骄傲的德国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接受现实的过程。此类与中国电动汽车合作的新闻报道，当然也相当于间接的帮这些中国企业做了免费广告，所以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另一边，传统的汽车强国日本一度唱衰电动汽车，而押宝氢能源汽车，妄图独霸新能源汽车的世界市场。可惜他们失算了，而且他们能力不够，氢能源不受世界青睐。在其电动汽车技术全面落后的情况下，世界产能最大的丰田汽车公司终于放下高贵的身段，竟然破天荒啊与中国企业合作，而且是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的企业中国华为。昨天多家中外媒体报道，丰田与华为签约，在其电动车上采用华为的智能驾驶系统，同时丰田也采用其中国竞争对手比亚迪的刀片电池。这两件事情可是石破天惊的事呀。所以有中文自媒体调侃地说啊，丰田不仅卖掉了他的灵魂，而且连他的躯壳也卖掉了。可以说，通过德日车企纷纷放下高贵身段，采用中国技术，意味着中国企业终于攻破燃油车最坚固的2座堡垒，那就是德国、日本。丰田汽车在其全球车型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上，将采用丰田加华为加 Momenta 3体1位的合作模式。我们都知道，就在几年前啊，
中国汽车市场被日系、德系、美系等合资品牌占领。如今，新能源汽车时代开始逆转了，就连一些关键技术也由中国车企现在反向输出了。除了华为，丰田之前还与比亚迪合作，一起研发电动汽车。一直以来，日本车，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给人的印象就是对电动汽车非常抗拒，但现在形势比人强。作为全球头号传统车企，丰田汽车当然不想错过任何机会。为了稳住领先地位，必须拥抱变化，准确地说，必须拥抱中国。在中国新能源车企狂卷智能驾驶方案之际，丰田汽车终于坐不住了。比较具有讽刺，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划时代意义的是，丰田选择的是搭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的中国华为公司开发的智能驾驶技术。这是华为拿下的第一家日系大车厂，而且还是全球销量第一的丰田汽车。可以说，这是华为迈出一小步，也是中国企业或者说中国汽车企业迈出了一大步。而且丰田生产的这款汽车是面向全球的，就是不知到时美国是否又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这款汽车进入美国。毕竟里面搭载的是华为智能驾驶系统。要知道，在智能汽车时代，智能驾驶技术绝对是核心技术啊，被誉为智能汽车的灵魂，或者智能汽车的大脑。而国内外的大厂一般不愿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或者把自己的灵魂交出来。就像特斯拉，他选择了自研；小米、蔚来、理想、小鹏和比亚迪等等，均选择与美国的英伟达合作，基于 Orin 自动驾驶平台，打造自己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而全球能够独立研发智能驾驶技术的公司只有4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的英伟达、美国的特斯拉、美国的英特尔以及中国的华为。在中国，华为是唯一打通智驾全技术链条的厂商，采用自研的 MDC810 的辅助驾驶芯片，座舱系统也是搭载自研的海思麒麟芯片。所以对全球汽车制造商而言，要想打造智能驾驶系统，除了这4家，根本就没得其他选择。为什么丰田不选择比如说像美国英伟达、特斯拉或英特尔呢，而选择华为呢？严格的说，应该是对中国市场的一种讨好行为。它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不仅是燃油车，也是现在电动车，未来也是电动汽车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除了中国市场之外，其他的市场，这个电动汽车渗透率都非常低，据说低于10%，也就是说基本停留在个位数。所以对丰田汽车来说，要想有所作为，那就必须拥抱中国市场。而燃油车与电动车的最大区别在于，燃油车无法做到精确的智能驾驶，而电动汽车可以。所以说，为了不失去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丰田主动将它灵魂交给了中国华为，以最低的成本就能迅速搭上华为智驾技术的快车。也可以这么说，丰田已经放弃了在电动汽车领域反超中国车企了。他现在就是想借助华为的智驾技术，在中国市场上吃上一块蛋糕。在中国市场上，从目前电动汽车的销量来说，日系列的车在中国几乎没有它的身影。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日系车可以说遭遇滑铁卢。广汽本田狂降32%，仅卖了5.5万辆，而去年同期的销量是8.1万辆。广汽本田加上东风本田才卖了区6万辆。东风日产是唯一逆势增长的日系车，卖了5.9万辆，同比微增4%。对华为而言，现在开了丰田这个口子，就能进一步打通更多的合资车企，可能成为合资大厂的重要智能驾驶方案解决商。在电动时代，在智能时代，丰田肯定是落后了。这种落后不能全怪丰田，更多的是日本的电子芯片产业也跟不上。在日本，电池巨头还有一家日本松下，可是智能驾驶系统的开发，日本是一家都没有。前面提到，
全球能做智能驾驶方案的国家只有2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以及美国。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就看像德国大众啊、日本的日产、本田以及马自达等车商是否敢于放下身段，端正心态，牵手中国华为了。我声明啊，我不是理工男，所以我讲的以下的内容不一定正确啊。我很难想象，丰田硬塞进一个 Momenta 的软件，如何能做到与华为智能驾驶系统兼容呢？华为提供的应该是鸿蒙智行。华为智驾的优势很大部分在于超强的算法，丰田这种只拿它的汽车硬件让第三方做融合，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出华为智驾的潜力呢？这种合作模式，有的网友称属于你买了一部苹果手机，但安装的是安卓系统。所以到底能否成功合作，目前呢有待观察。从网上提供的信息来看， Momenta 是以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商基于深度学习的感知环境、高精度地图和路径规划算法等技术，为用户提供 L3 到 L4 高阶段自动驾驶技术解决方案及产品。这里需要提一下 Momenta 它的核心团队是由清华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软件亚洲研究院的科研人才组成，其中创始人叫曹旭东，毕业于清华大学，拥有在人工智能行业超过10年的研发和管理经验。Momenta 的总部位于中国北京，这么说应该是一家中国公司咯。因此，丰田、华为以及 Momenta 他们的合作模式应该是3方的强合作。而这种三角关系虽然有些复杂，但貌似分工明确。至于能够激发多大的潜力，还要看具体车型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丰田也在多条腿走路，在锂电池上也开始下功夫，固态电池也是其中之一。丰田已经拥有了1331项关于固态电池的已知专利，包括电池结构、材料与制造工艺。当然，同时中国也在重视研发固态电池以及氢能源技术。所以新能源汽车技术方面，中国肯定不会落下，而是处于第一梯队。另外，在很多方面甚至呢处于技术领头羊的地位。面对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市场，丰田难得的现在是敞开了胸怀，可以这么说吧，可喜可贺。在前不久的媒体沟通会上，丰田中国还透露，在已有与比亚迪合作基础上，丰田和比亚迪还会联合研发全新车型的电动汽车，会在接下来的北京车展上亮相。届时啊，丰田在北京车展可有的忙了，一边公布与比亚迪的新车，另一边呢宣布与华为智能驾驶方案的具体细节。这位曾经公认的在电动智能化方面落后的选手，终于放下身段，低头牵手中国企业了。俗话说，识时务为俊杰。丰田的这种转变是务实的，但估计也让很多日本人内心难以接受。不过形势比人强，你们说对不对？